我的世界竟然是由僵尸建立的。海底神庙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现在后看是好奇怪。海底神殿周围有很多类似鱼的生物，然而奇怪的是，这些鱼不仅可以发射激光，甚至可以在陆地生存。因此，很多人认为这些守卫者并不是海洋动物，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守护海底神殿的守卫机器。那么，他们是被谁制造出来的呢？又在守护什么呢？答案似乎指向了对守卫者免疫的溺尸。查阅溺尸的资料，我们发现溺尸并不是溺水者变成的僵尸，而是一支自古便生活在我的世界的一个部落，然而却因为不知名的原因神秘消失了。除此之外，陆地上的僵尸会打出铁块，而溺尸会打出金块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是海底遗迹还是海底神庙中，都藏有大量的金块。因此，这样子猜测，海底遗迹就是远古时期溺尸一族生活的地方。然而，他们又为何会变成溺尸？他们的部落又为何会沉于海底？海底神殿里的一个神秘房间，似乎透露出了当年的真相。在海底神殿中，有一个神秘的房间，里面放满了海绵。这些海绵意味着什么呢？在我的世界中，海绵只有一个作用，那就是吸干水分。为什么一个水下文明需要储存可以吸干水分的道具呢？与此同时，查看海底遗迹战利品清单，我们可以看到小麦这样的陆地食物。从溺尸身上打落的3叉戟，又表明溺尸一族最早可能是渔夫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猜测，海底神殿最早并不在海中。在远古时期，当溺尸一族还是人类时，这座神殿很可能就修筑在某座小岛之上。然而，随着海平面的上涨，溺尸一族不得不收集大量的海绵来阻止部落和神殿被海水淹没。但最终，城邦却依旧被海水淹没。然而，溺尸一族本可以乘船离开，寻找新的家园，却因为一个传说，被永远地困在了海底。在海底有很多沉船遗迹，有人说这是远古大洪水时溺尸一族逃难时的渔船。而以海底遗迹的规模分析，这些渔船根本无法带走所有的村民。与此同时，在这些船上，我们都能找到一个航海图。这个航海图标记的不是新大陆，而是一个神秘的宝藏——海洋之心。相传，海洋之心可以使人在海底正常的呼吸、行走，因此，它变成了溺尸一族最后的希望。当海水淹没城邦之时，青壮年便乘上最后的渔船出海寻找海洋之心，而被留下来的村民自知在劫难逃，便研制出守卫者机器代替自己来守护神殿，以待族人带着海洋之心归来之时，神殿还可以是原本的模样。然而遗憾的是，那些出海的年轻人却也纷纷葬身于海底，但他们的身体却好似被家乡召唤一般，变成了溺尸，飘回海底神殿，永远守护在了这里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溺尸依旧抱着鹦鹉螺壳的原因，因为鹦鹉螺壳是启动海洋之心的关键道具。时至今日，他们依旧在等待着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中国的玩家们通过建造排水器，瞬间就把海底的水给抽干了。还建了农场，哇！你还知道哪些我的世界里骚操作呢？在下面告诉你。